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酱园弄中演技最出色的10位演员排名，赵丽颖位列第7。陈可辛的重量级电影《酱园弄》上映了，正式开启了今年的电影暑期档。对于一部有章子怡、易烊千玺、赵丽颖、杨幂、雷佳音等20多位明星参演的电影来说，酱园弄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。截至目前，酱园弄的票房形势不佳，上映3天才拿到2亿的收入，其中还包括了几千万的点映票房。在口碑这块，酱园弄也是差评连连，豆瓣的评分仅 5.9， 连及格都没过，真是票房和口碑双双滑铁卢。虽然酱园弄遭到了一些影迷的吐槽，可是影片里的演员们表现还是值得称赞的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在片中表现最突出的10位演员吧。第10名，大鹏。大鹏在酱园弄中扮演的是锁匠何慧娴，虽然出场时间不多，但他凭借独特的造型和细腻的演技，成功实现了角色的转型，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。在这部戏里，大鹏彻底摆脱了以往的搞笑形象，蓄起胡子，戴上眼镜，搞了个市井风的造型，凸显了角色的反差感。这副眼镜成了他的标志，透出角色表面看似忠厚，内心却隐藏着复杂的一面。大鹏在演这个角色时，完全抛开了夸张的表情，转而用克制的肢体语言和眼神传递角色的隐忍与内心的挣扎。比如，他通过微微的颤抖和躲闪的目光，生动地表现出人物在时代压力下的软弱和矛盾。在与章子怡的监狱对峙中，有限的对手戏中，他成功展现了角色在情义和自保之间的纠结，深刻传递了底层小人物的无奈，以及人性中的复杂与灰色地带。虽然出场不多，大鹏却凭借精准的角色塑造、细腻的眼神表演和巧妙的悬念设计，让何慧娴成为影片中最受关注的配角之一。第9名，彭昱畅。彭昱畅在电影《酱园弄》悬案中饰演戏院经理蔡老板，虽然出场不多，但他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赞赏。彭昱畅这次以油头加胡子的造型出场，完全变了个样，彻底摆脱了以往阳光少年的形象，显得成熟了许多。小胡子和油头的造型，真是把旧上海商人的那种市侩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一段40秒的独白戏成了全场的亮点。彭昱畅用快速的语速和变化的节奏，把经理训话的场景演绎得生动无比，配合着皱眉、手势等细微动作，完美展现了商人的圆滑和掌控力。尽管这一段戏不长，和剧情的主线关系也不太紧密，但彭昱畅凭借着台词的节奏、肢体动作以及那种市侩的气息，把戏院经理的处事智慧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。第8名，李现。李现在电影《酱园弄》中扮演的市井赌徒张宝福，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和细腻的层次感，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。李现这次彻底颠覆了以往那种阳光帅气的角色形象，比如在《亲爱的、热爱的》中饰演的韩商言，这次他塑造了一个油腻不堪、狡猾世故的底层小混混。细节设计方面，他蓄了胡须，身材瘦了一圈，苦练湖北方言，时不时插上俚语莫挡老子财路，再加上那佝偻的身姿和歪歪扭扭的站姿，真是让角色的痞气和卑微感展露无遗，完全摆脱了偶像的标签。张宝福的形象里，贪婪、懦弱和一股荒诞气息交织在一起。在工厂开油的时候，詹周氏的眼神里透着一股邪火，借着担保的名义来敛财，简直一副猥琐的模样。在审讯过程中，这家伙从一开始的硬气，到后来立刻软了下来，瞬间暴露了他欺软怕硬的真面目。在逃亡期间，那个得意回头的一瞬间，竟然猝然离世，真是个荒唐的结局。
这恰好折射出小人物的悲哀与搞笑。虽然出场时间不过几分钟，但这个角色凭借倔、痞、惨3种特性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亮点。那张鼻青脸肿的死鸭子嘴硬得很，在囚车里面对詹周氏的嘶吼和暴力爆发，死亡时的黑色幽默更是让全场都笑得不行。李现通过彻底的表演洗礼，展现了他变身实力派的决心，从外形的改变到方言的磨练，从微妙表情的把控到即兴的创作，他把张宝福那浓浓的市井气息和命运的荒诞感演绎得淋漓尽致。第7名，赵丽颖。赵丽颖在电影《酱园弄》中扮演的民国女作家西林，激起了不少热议。大家对她的表现褒贬不一，评价分成了2种截然不同的声音。西林在公众场合是一位佩戴假发、身穿旗袍的优雅女神，而在私底下，她则是短发西装、笔耕不辍的先锋作家。赵丽颖通过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的变化，完美展现了角色为了争取话语权而运用伪装的生存智慧。比如在法庭戏里，那一头卷发体现了她的社交面具，而短发吸烟、写作的场景则透露出角色的叛逆本质。反复出现的有监狱地比、法庭呐喊等场面，她通过微妙的表情变化，比如嘴角轻轻移动，眉头微微皱起，传达出角色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与坚定。观众纷纷称赞无声胜有声。有人认为法庭戏的台词听起来像是在念稿，情感也显得很空洞，尤其是对比章子怡那种深入人心的表演，赵丽颖的知识分子调就显得有些做作，结果降低了观众的共鸣。赵丽颖在崩溃的戏份中，像是得知詹周氏的冤屈时，仍然显得优雅隐忍，缺乏了角色应该有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。杨幂演的囚犯王许梅展现了狼狈和癫狂的状态，西林则因显得体面而被指责削弱了角色的抗争力度。赵丽颖对西林的诠释是一种高概念但备受争议的尝试，她在造型上的突破和时代感的营造上得到了认可。特别是通过双面形象隐喻了旧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。不过，由于剧本深度和导演的把控，部分演出被认为有些表面华丽，没能彻底解决台词设计上的争议。第6名，易烊千玺。易烊千玺在《酱园弄》里扮演了一位盲人算命师，名字叫宋瞎子。虽然是个客串角色，但他凭借着独特的造型、方言的表达、肢体的表现和丰富的眼神戏，真是展现了毁容式演技的一种突破。光头、一只眼、驼背的老爷子形象和他本人简直是天壤之别，观众都忍不住感叹：我亲妈也认不出来啊！用手指树根式摸索那种轻轻碰触拐杖和楼梯时，眼神里流露出的迷茫和眉梢透出的狠劲。特别是说话时侧舌的发音习惯，简直令人联想到口腔溃疡的痛苦，这些都完美传达出江湖术士的神秘气质。短暂露脸却留下一幕经典，血液洒满脸庞时，为靠嗅觉感知那份惊恐的身体反应。楼梯上的摸索戏份被评价为阴险之中带着某种神圣感。从少年的你到酱园弄，这一路走来，真是一场完美的变身。从偶像转变为实力派巨抛脸演员，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易烊千玺在《酱园弄》里的演出，真是用肉身重塑角色这招来全力实践。他把明星的光环急速消融，细节中注入了江湖术士的灵魂，让声音和动作都成了叙事的利器。他的表演不仅让影片闪耀了许多高光时刻，还凭借超强的专业精神，让市场重新看到了流量演员的新可能。第5名，王传君。王传君扮演的詹云影，外号大块头，这角色从一个温柔老公变成了一个疯狂赌徒加家暴男，真是个不小的转变。婚前他西装笔挺，言语温柔，甚至还会抚摸妻子的伤疤，安慰她我也有个疤。
可婚后因为战争失业，他沉迷于赌博，逐渐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、失去理智的施暴者。为了演绎好这个角色，王传君前面增重了20斤，塑造出衣冠楚楚的形象，随后又减重40斤，以突出角色的落魄状态，还特别设计了酗酒者的干斑、指甲抠捉缝等细节。王传君全力以赴，成功演绎了一个让人窒息的施暴者角色，他的演技堪称毁容式。在肢体语言和即兴的爆发力方面，真是显露了他扎实的基础。婚前侧身而立，掩饰真实自我，婚后却像醉汉一般走路，脚步外八，透出一股肝损伤的迹象。5额头转场瞬间变化，情绪毫不犹豫，从眼神的迷茫直至狂暴，令人震撼。王传君在一人分饰16角中，把角色拆分成16个部分，透过不同的肢体语言来表现暴力的痕迹，比如断手的反抗姿势和残肢的伤痕浅深，寓意着家庭暴力对人性和家庭的破碎摧残。这种符号化的表演方式颠覆了传统角色的塑造思维，更是加深了悲剧的张力。不过，角色深度的争议也显露出剧本在挖掘反派动机方面的不足之处。这种表演不仅是影片暴力隐喻的关键体现，也延续了反派专业户的创新路径。不过要小心类型化角色的重复可能带来的限制。第4名，杨幂。杨幂在《酱园弄》中扮演的王许梅得到不少好评，真是影片的一大亮点。杨幂毫不顾及偶像形象，素颜加上粗布囚服，憔悴的打扮把监狱大姐大王许梅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展现了底层女性的辛酸与沧桑。为了更贴合角色，她成功减掉了12斤，并通过沙哑的声音和微微驼背的姿态等细节，加强了角色的真实感。王许梅既有江湖的豪气，又带着淡淡的悲伤，她既是和权贵们周旋的狠角色，又是那个觉醒却注定要失败的悲剧女主。杨幂精准展现了角色的狡黠、坚韧和绝望，特别是通过眼神传递出那种狠厉与脆弱并存的特质。得知自己即将被枪决，杨幂通过捶打腹部、尖叫“我怀了狱警的孩子”等表现，深刻展示了求生的挣扎和在荒诞命运下的崩溃，演出极具冲击力，现场观众直呼感染力太震撼了。和章子怡闹出的那些狱中戏份，比如分蛋糕、教字认字，展现了他们之间那种默默的羁绊。杨幂用轻松的肢体动作和细腻的面部表情，传递出一种温暖，跟角色平时的强势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王许梅的命运让人不禁深思，她虽看透规则，却还是被其无情的压垮。观众纷纷称赞杨幂成功塑造了一个为时代牺牲的桥梁式人物，特别是她的死亡场景，苍白的遗体倚靠在刑架上，简直成了影片中最震撼的一幕。杨幂凭借王许梅的角色，实现了从商业偶像到实力派演员的华丽转身。她用毁容式演技的方式，深入挖掘角色的复杂性，准确展现了乱世中女性的挣扎与觉醒。尤其是在几场精彩的戏份中，成功提升了整部影片的情感高潮。央视的六公主对她的演技变革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认为她在狱中戏份中展现了女性互助的辉煌时刻。第3名，梅婷。梅婷演的弄堂女房东王晨氏，运用方言、肢体动作和细腻的表情，把旧上海底层女性的聪明和冷漠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她把角色打造成一个看透生活的中年女人，对他人遭遇漠不关心，甚至当成聊天的话题。同时在平凡的日常中又流露出那份人间烟火气，比如剁肉、和邻居闲聊的场景。这种市井气息和真实感交融的表演，使得角色在时代的背景下成为了一种典型的缩影。梅婷作为个外地演员，讲的上海话特别流利，观众们都赞她很符合时代，特别地道。在审讯的那段戏里，
梅婷和雷佳音的对决真是精彩，她的角色机灵，而且懂得保护自己。她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述邻居夫妻的冲突，语气里透着点轻松和趣味，反映出她对他人隐私的好奇，也有点暗示着她对那场悲剧的冷漠。这个场景成了影片中最有生活气息的精彩片段之一。梅婷的演技通过细腻的生活化表现和地域文化的准确再现，成为了影片现实主义基调的重要支撑。虽然她的戏份不多，但还是能通过那有限的几个镜头，把人物的复杂性和时代特征完美传递出来。第2名，雷佳音。雷佳音在《酱园弄》里扮演的是警长薛志武。雷佳音这回可不再是以前那些窝里横的角色了，比如《人世间》的周秉昆，或者《长安的荔枝》的李善德。他这次首次挑战那种阴险又疯癫的反派形象，特效妆容像假鼻子和粗糙的痘坑皮肤，增强了角色的压迫感。在那种对脸特写下，他那狰狞的面容和阴暗的环境混合在一起，真是让人感到一阵寒意袭来。从那种慢吞吞的冷淡问话，到瞬间爆发的愤怒袭来，角色的情绪失控，显得格外疯狂。肢体动作和语调的变化简直让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压迫感。在与章子怡的对手戏里，詹周氏抓着她的手腕，贴脸蹭血的那一幕，雷佳音用惊愕的微表情把角色对失控的恐惧传达得淋漓尽致，大家都说这是演技封神时刻。薛志武扮演着封建男权的象征，体现了他的自负不相信命理、轻视外界看法、偏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，甚至追杀詹周氏致死，还有那种强烈的权力欲掌控他人的生死。她成为了女性觉醒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对抗符号。不少观众表示雷佳音的表演像野猪一样冲来冲去，感觉没什么层次感，主要是靠表情和动作的强烈表现。不过，不能否认的是，雷佳音在《酱园弄》里实现了演技上的一次大飞跃，用强烈的反派形象展示了自己对角色的掌控力。跟章子怡在一起演出的那种戏剧张力，依旧成为了影片的重要记忆点。这次的表演不仅是她职业生涯的一次突破，还反映了商业影片里符号化角色和人性深度之间的平衡难题。第1名，章子怡。章子怡在《酱园弄》里扮演詹周氏，这段演出被认为是她职业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。为了更贴近詹周氏这个角色，章子怡主动提出要一个毁容式的造型，展示那个长期受家暴的底层女性形象。她把眉毛飘淡，还戴上定制的牙套来改变脸型，甚至故意让眼睛看起来充血，突出角色在命运压迫下的疲惫感。詹周氏看似麻木和畏缩，实际上她的眼神里藏着一丝不屈，就像在受审时。他的身体蜷缩着，颤抖着，表面上显得脆弱，但那对充血的眼睛却流露出像困兽般的凶狠，展现出身体屈服、灵魂反抗的强烈对比。在那杀夫后提着头颅走出弄堂的画面里，死寂的眼神和坚定的步伐形成了鲜明对比，隐隐传达出角色从受害者逐渐蜕变为复仇者的觉醒。章子怡用眼神的多重变化，巧妙地展现了角色的心理发展历程。刚出场时，她的眼神就像一潭死水，透出一种长期遭受虐待后的精神麻木。在分尸那一刻，她的双眼空洞无神，却又精准地像机器一样，展现出精神崩溃的边缘。法庭上，从下往上仰望的镜头，让她的眼眶如血般鲜红，透出刀锋般的刚毅，仿佛灵魂在这一刻彻底觉醒。在和雷佳音的对手戏中，当对方扭到他的手臂时，他突然歪头露出像孩子一样的甜美微笑，然而眼角却流出血痕。这种柔弱与狠劲的强烈反差让观众不禁打了个冷颤。为了保持眼球充血的效果，拍摄时就少睡觉，还特意去了屠宰场体验恐惧，
力求真实还原角色的生理反应。王传君在家暴戏里要求真打，被迫压连90秒，感觉快窒息了，真是吓人。审讯戏的时候，他主动让雷佳音加重力道，只为更真实的表现痛感。章子怡以令人惊艳的外貌、深邃的眼神和全情投入，成功把詹周氏演绎成一个既有个人痛苦又代表时代悲哀的复杂角色。即使影片的叙事上有点争议，比如说雷佳音的戏份让人觉得有点多，但他的表演毫无疑问是整部电影的灵魂所在，真的是华语电影史上艺术突破与社会意义兼具的顶级演出。虽然酱园弄的口碑和票房都不算好，但这些演员们依然展现了不错的演技水平。陈可辛导演这次确实有点失算啊，演员再优秀，没有个好剧本，讲不出动人的故事，观众也是不会买账的。从现在酱园弄的情况来看，票房最多也就7亿，投的钱基本上是打水漂了，投资方真是亏得一塌糊涂。这部电影的票房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，还是得看观众们愿不愿意掏钱支持了。你们觉得这部聚集了20多位明星的大制作怎么样呢？